大家好，我是吓死 BB。Sonic 活动快完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都会换什么吧。上一次都跟大家略略介绍了一点，其实合作活动都是差不多的。这次分3部分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没给钻石买券的无氪玩家，对超音鼠有爱的无氪玩家，跟会考虑氪金的玩家。我们先到商店，一种是礼包商店，就是氪金位置。一种是召唤商店，召唤商店算是保底机制，如果一直抽不到超音鼠英雄，也会获得红色环，到一定数量就可以直接换一只回来。到兑换商店，就是用副本获得的金环来兑换物品。如果是无氪玩家，对超音鼠莫特别喜爱，我会建议换要塞饰品，这是之后氪金也不会买得到的东西。莫买券的无氪玩家应该兑换完这个饰品，就差不多用光了红色环，到兑换金环，这里应该会储多点。这边也是建议换要塞造型，螺旋桨玩具巧欧是属于技师造型，而且持有效果正 30% 体力跟恢复力。另外，巧欧好友是装饰品，持有效果是攻击力正 4%，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兑换这一类物品。但亦有玩家会兑换超音鼠角色，因为角色的持有效果也会有加成，这里就要看大家的选择。如果觉得角色加成比较多又有用，是可以直接换角色回来，而我已经有抽了3只回来，就没有特别换角色了。余下的红色环，我会换银色布料300张，可兑换英雄造型。银色布料是很难获得的，需要抽到重负的英雄造型，系统就会转换成银色布料。而造型代币要在月亮商店兑换，月亮商店代币要透过抽英雄获得，所以是很难储的。而余下的金环，我会选择银色布料或英雄造型代币，但我会偏向英雄造型代币，说不定会抽到传说造型，这个要看运哦。黄昏宝石是用来做符文，这个就看你急不急弄符文了。我觉得只要你做的量够大，其实也是有机会弄到传说符文哦。既然已经说到造型，就顺便介绍一下英雄造型吧。我们到英雄皮肤，如果幸运抽到传说英雄皮肤，持有效果就已经正 300% 攻击力， 900% 体力， 600% 防御力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如果重负抽到，还可以不停增加上去。就算抽不到传说造型，史诗造型也会有持有效果，虽然不多，总比没有的好哦。回到兑换商店，如果你有5万金环，可以换传说随机符文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到有爱的无氪玩家，每天都会买索尼克卷的。如果已经储齐4只1星超音鼠英雄，就在看那只会放入要塞，先升到2星，相信是可以直接换2只回来。金环跟红环也用来各兑换2只，这样共4只，这样刚好1只升1星，3只升2星的数量。但要想好兑换那一只哦。我上一条影片介绍他们，就是要注意，他们要搭配索尼克朋友来使用，详细就看我上一段影片吧。另外是需要帮这只2星超音鼠搭配专武，不建议每只都买，除非你真的很多金环，而且目的是储图鉴，不然真的有点浪费哦。因为专武的额外效果是随机抽的，所以很有机会不是买一次就够。有爱的话，建议2星索尼克配1只2星才入队。另外，打算氪金玩家，必须要氪碧山要塞造型礼包，之后应该是买不到的了。另外就是要氪大炮，金环跟红环都兑换好，这样整套就齐了。而余下的就换英雄，看幸福程度跟钱包大小。如果你已经都5星了，就建议换另一个时空英雄石，这是之后升阶要用到的石，虽然平时也可以换，但代价是很沉重的。金环也是一样，可以换另一时空英雄石，但也不要忘了换传说随机符文，传说符文是很难制造的。另外专武也可以每只都给，因为日后也不知道那一只会比较有用。副本券跟钥匙什么地就不要换了，
这些都可以在普通商店或流浪商人遇到哦。以上就是 Sonic 兑换的介绍，还未兑换的要记得去换哦。希望有帮到大家，如果有不明白，欢迎留言哦。下一期再跟大家见面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了。记得点击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新。我是吓死 BB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